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節目開始，先歡迎來賓前資深外交官介文汲介大使。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時事評論員王尚志尚志哥。思敏好，觀眾朋友大家好。資深媒體人彭華幹幹哥。主持人好，大家晚安。觀眾朋友，今天節目一開始，趕快來關心在中東情勢。今天我們要來特別關心到的是美伊現在正式進入開戰的倒數。今天特別關注到是伊朗現在也在備戰美軍了，包括了現在集結的，據傳達到了2000萬來自於巴斯基民兵在做動員。另一方面，俄中會不會也在介入，甚至或許是在觀戰而已呢？中東戰事一觸即發，今天我們會一起的來做關心。3個火線話題，今天請來賓特別幫我們做解答。第一個，我們來看到是伊朗現在叫戰要打擊，可能最終攻擊的目標就是美軍的基地。而另一方面，是真的已經要打起來了嗎？因為美國跟澳洲已經在啟動撤僑，從伊朗撤出來了。美軍現在高度戒備，是否已經站在開戰的門口？這是第一個問題。接下來我們來關心到是伊朗現在蓄勢待發，準備了包括了2000萬的巴斯基民兵，加上2000枚飛彈蓄勢待發，和俄羅斯恐怕在這背後幫忙撐腰嗎？伊朗有沒有能力可以打擊美軍跟以色列呢？最後來看到的是，如果真的不幸開戰了，雙方開戰，那麼中國跟俄羅斯的角色會是什麼呢？會出手相挺嗎？還是冷眼旁觀？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都會一次的來做全面的解答。趕快來看到這個是來自於伊朗的最高領袖哈米尼放話了，他在社群平台上面特別注意到是以俄語來警告華府，他說你的態度已經嚴重的失算了。過去美國你就因為誤判受挫，未來你也將會因為錯誤的計劃導致你再度的失利。而他這次特別使用俄語，也被專家分析說是在顯示伊朗正在快速的向俄羅斯靠攏當中。另一方面，伊朗的國會議員也開始警告美國了，如果你真的敢做軍事上面的干預，那麼包括你在中東的基地還有船隻跟人員都會成為我們伊朗攻擊的目標。這是來自於議長的最新說法，他說會讓美軍遭遇永生難忘的教訓。是不是真的已經進入開戰倒數了呢？我們從幾個跡象來特別做觀察。首先來看到美國跟澳洲的領事館已經開始做示警了，空域隨時可能要關閉，所以呢緊急發布了撤僑令。另一方面，白宮現在也發布了一個動員式的一個貼文，大寫的字母是寫着說：願上帝保佑我們的軍隊，願上帝保佑美國，而我們現在才正要開始，這是第二個跡象。再來看到是五角大廈的披薩指數也現在不斷的浮動，甚至是飆升當中。分析指出了，這是在美國在這中東地區的部署。他說，美軍在卡達的烏代德空軍基地這邊已經部署了這一些先進的戰機，搭配戰艦，隨時都會可能對伊朗地區發動空襲。而川普另外一方面，除了在軍事上面喊說要介入之外，在經濟上的制裁也正式的展開。他說，跟任何有伊朗商業往來的國家將會被課徵25%的關稅，但是這樣子的一個關稅也被專家嘲笑說，是不是你川普無計可施，所以只能打出關稅戰呢？我們也要來看到，伊朗也不是省油的燈。現在美國祭出了各種的軍事武器，在做準備的同時，伊朗在軍事上面的準備包括了他聲稱擁有2000萬的民兵正在動員，這個是巴斯基準軍事組織，準備要來鎮壓這些抗議的群眾，並且把這個矛頭也對準了美國跟以色列。另外還準備了2000枚的飛彈。還有就是伊朗的國防部說啊，不只是他們自己內部有足夠的武器，甚至現在還傳出有量能可以做出口。他說，接下來其他的國家可以透過加密貨幣來跟他們買武器，而可以買伊朗的武器，包括了伊朗的導彈、伊朗的無人機，還有它的戰艦，還有短程防空系統等等。而俄羅斯在這幾天也被發現，他不斷的往來德黑蘭，是否在暗中援助伊朗呢？被拍到他的運輸機不斷的在這個德黑蘭的附近，被猜測可能就是在提供軍事的援助，或者是為最高領袖在撤離上面來做準備嗎？我們今天看到伊朗不管在軍事、經濟、外交上面都已經開始做準備了，而美國另外一方面，除了動武可能接下來的動武之外，
制裁也在進行當中。所以節目一開始要特別請教幹哥了，伊朗這個快速的動員，還有包括它的軍事武器都準備好了，還透過俄羅斯取得一些技術，代表它已經準備要對美以正式的發動攻擊了嗎？如果戰爭真的爆發，中東地區的安全會如何發展？伊朗真的有能力打敗美國跟以色列嗎？幹哥怎麼看？好，伊朗跟委內瑞拉情況完全不一樣，你沒有辦法斬首，你也沒有辦法活捉那個哈米尼。為什麼？因为他們是一個封閉的世界，也就是說，他們是一個坦白講，這個回教國家、伊斯蘭國家，他們的那個防衛跟他們的一個保密的系統其實是蠻健全的。所以說，你如果美軍或者 CIA 他們要得到先期的情報跟資料的建立的話，老實講一句都蠻片段的。所以這次我覺得川普在下手之前，他要考慮再三。去年6月他用 B2 轟炸機解決了一些伊斯法罕的那個地下核設施，那是用空中武力做得到。但現在你遇到的是伊朗的情勢動亂，它已經衍生成為全國性的暴動。根據國際人權組織的看法他們的統計數字說，可能死亡人數已經上千了。但是我們就是國際媒體沒有辦法進到現場去理解真實的情況，我們只聽到很多周邊的報道。那伊朗官方是說已經死了100多名安全部隊，那你可以向上推的話，那平民死亡的應該是在這個5到6倍，所以我們認為是500-600人的平民死傷，這是可以被預估的，可以被接受的。可是如果說你美軍想要直接去干預伊朗的內政的話，我覺得可能性不太大不太大。為什麼？因為那個就必須是要出動正規部隊才有辦法做到。好，那我們現在來看，有人說美國在波斯灣、在中東當地現在沒有航空母艦怎麼辦？不要多慮沒有航空母艦，我們還有這個 B1 轟炸機跟 B2 轟炸機，再來我們還有核子潛艇。為什麼呢？我們可以對針對性的目標可以發射戰斧巡弋飛彈，這是美國的強項。也就是說，精準打擊。什麼叫精準打擊？外科手術式的精準打擊伊朗的神學就是說那個宗教政權的最高的指揮部，也就是說哈米尼他的住所或是他的開會的地點以及革命衛隊這些將領所群聚的地點，這些資料美國全部都有。一次打擊可以產生什麼樣的效果，端賴美國情報的準確無誤與否。所以說，你既然美國在地中海上或者是在波斯灣上現在沒有航空母艦，那並不代表美國就不能夠出手干預，因為美國是全球的力量。所以就算是航空母艦上面的戰鬥機也沒有辦法飛那麼遠，因為從亞丁灣、波斯灣飛到伊朗境內再回來已經1000多公里了，這是戰鬥機的極限。所以需要轟炸機來做。美國最有可能就是出動 B1 結合 B2 兩種飛機一起來對點式的精確打擊，這是最有可能的。不然就是在海裡面的，你根本找不到它。核子潛艇直接發射戰斧巡弋飛彈。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伊朗自己本身的防衛力量。伊朗還是跟委內瑞拉一樣，它有 S-300，甚至有 S-400，俄羅斯最精銳的防空武器。那但是我們要特別強調一下，伊朗空軍可不是三腳貓伊朗空軍從巴勒維國王時代就非常有名。大家還記得1980年到1988年的兩伊戰爭，伊朗空軍打伊拉克空軍兩伊戰爭，那根本就是摧枯拉朽，伊拉克空軍根本不是他對手。為什麼？很重要的就是因為伊朗空軍在40-50年前是美國人訓練的，它是由美國訓練的，所以現在它還保有 F-14熊貓戰鬥機，大家相信嗎？就是我們常常看到的《捍衛戰士》那部電影裡面，伊朗怎麼樣，他都想辦法保存下了 F-14熊貓戰鬥機的戰力。雖然現在大概只剩下50架，因為當初買了80架，然後伊朗還有很多美式裝備，到現在還能用 F-4幽靈式戰機、F-5戰機，現在都能夠用。所以大家就想說，原來伊朗是這麼強的國家，對他的空軍飛行員非常優秀，他絕對不是馬杜洛的那個空軍完全不上來迎擊就垮掉的那種空軍，
所以大家要知道，伊朗的空軍非常強，但伊朗海軍只有炮艇式的那個飛彈巡邏艦而已。那伊朗陸軍的話根本不存在，為什麼？因為他現在就是用了這個叫做巴斯基民兵啊，他們現在坦白講一句，他們沒有養一支陸軍，因為他們都是靠民兵。那伊朗其實他真的擁有的陸軍叫做革命衛隊，對。啊，他革命衛隊的人數不超過10萬人，那所以革命衛隊其實老實講，那是一種象徵性保護什葉派政權的一個兵力而已。那但是真正的實際的作戰能量如何呢？其實外界不知曉。但是我們可以理解，就是說，大概這個伊朗的陸軍啊，沒有辦法跟現代的先進國家的那個國防武力來相比較，因為他們都非常封閉，而且不跟外界交流，所以他们的資訊坦白講一句，都是我們外界很難知道的。那所以他這次靠那個巴斯基民兵呢去鎮壓這場活動，聽說殺害了很多無辜的人民。那這場暴亂是從2022年那個叫做艾米尼的一個22歲女學生引發到現在。講一句實在話，為了一個女學生，她沒有包好頭巾而引發這麼大的動亂，其實我覺得對於伊朗政權而言，那是得不償失的事情。但是我認為說，川普現在已經想好了計劃要發動。我的感覺啊，就是我個人的觀察，這幾天就會進行很大程度的軍事干預，而這個軍事干預呢，可能會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美國可能要下定很大的決心去做這件事情，才能夠達到他在委內瑞拉樹威之後，又在伊朗創造一次美國奇蹟的美國勝利。對於川普的未來的連任啊，他想要再連任，到底行不行呢？我看就看這一役了。好，中東戰事一觸即發，有沒有可能伊朗成為在繼委內瑞拉州川普下一個就即將要拿下來的地方？因為剛剛干哥也提到說，伊朗的空軍特別的強嘛，那其實伊朗現在也在打一種心理戰，甚至先發制人，他想要先攻擊，在美軍先攻擊前攻擊美軍基地，是否有可能發生這樣的事情？如果真的遭襲的話，美伊是否會跨過戰爭紅線？大使又怎麼看？美國如果要對伊朗進行攻擊的話，那一定是這種定點打擊，然後呢是重要的這個戰略，或者說的目標，包括人，除了這個核子基地啊，然後重要的這個飛彈基地之外，要不然就是針對現在的這個最高領袖哈米涅，或者說是針對他的總統佩德西奇揚。那這些不是那麼容易，那可是問題，現在美國就一直在給他出兵找一個理由，看起來他是找到理由了。因為川普在前幾天他就說，你如果伊朗你開殺戒的話，那我就要動武了。那現在呢，這個到底多少人死不知道，這個我看這個有各種數目啊 ，BBC 是2000人，而且 BBC 把它講得非常恐怖。說醫院裡面那個屍體都疊在那個地方，而且呢，我這些家屬去找到屍體的時候，每一具屍體還要花錢贖回，那是人間煉獄，那可是問題又有美國的一個比較受到，就是說其他的 NGO 比較有公信力的，我不是說 BBC 沒有公信力 ，BBC 前一陣子被抓到拿美國 CIA 的錢嘛，對不對？那他這個就是說，這個美國有一個人權活動家的一個新聞社，他給出一個詳細說，他說死亡人數538人，那麼被捕的人數有1.06萬人，那外界一般說這個數目比較可靠，那你要知道這個是伊朗全國，伊朗有多少人口你知道？9000萬人，而且伊朗的國土有多大？伊朗的國土跟我們中國的新疆幾乎一樣大，160萬平方公里。我們新疆是166萬，伊朗就160萬。是，所以呢，它有30幾個省，所以說有一半省份都陷入了動亂有動亂發生。那可是呢，德黑蘭最近有人住在德黑蘭的這些外國的僑民，現在發回來的消息就是說，超商、銀行、政府部門正常營運，然後呢，基本生活物資供應穩定，沒有大規模搶購的情況。那我也看到大陸這個相關媒體報了德黑蘭的街頭，
還是上班時間街上都是車子？所以一個國家發生動亂，你可以找到點，因為西方的媒體拍出來很多大規模的抗議啊，縱火啊，爆炸啊，對不對？然後拿這個巴勒維時期的國旗拿出來，對，然後還有這個伊朗的國民軍，2個國民軍把這個巴勒維的國旗在地鐵車站展出來，這些在西方的媒體裡面，哇，廣泛瘋傳。可是一個問題就是說，它是不是很普遍？不過事實上，伊朗是已經到了一個危機點了，因為1月8號當天，伊朗的這個政府下了一個決定，叫斷網。斷網，甚至電話通訊都斷了以後，看起來整個情勢立刻就平穩下來了。那個時候，很多內部的這些在這個在抗議的團體向外界反映說，請你們趕快叫馬斯克打開星鏈計劃。對。然後那個也外傳星鏈計劃的地面接收器馬上運去了3到10萬個，可是呢，後來又傳出來說，沒想到伊朗的這個電戰能力那麼強，居然把星鏈計劃都把它屏蔽了。所以呢，事實上的話，現在這個情況看起來，伊朗的動亂，起碼西方要不然是找不到新證據，要不然是沒有消息傳出來，看起來好像態勢比較平靜。不過原因是什麼？因為這是一次經濟引起的，它缺乏有組織的政治团體，或者宗教团體在後面做長期的支援。所以呢，只能說美國失去了一個出手的機會。那是不是還可以找到機會呢？那伊朗已經強烈反映說，你打我就反擊。對。那現在就看川普打不打。是。好，如果說川普接下來真的打的話，那接下來中國大陸跟俄羅斯它的角色又是什麼？會支援嗎？還是袖手旁觀？那像這個又怎麼看？我想這次其實之前的動亂當中也查出說有一些槍支火藥。那這個部分在伊朗那麼嚴格管制槍支的環境，還有宗教教義的地方，無疑的一定是外來力量，那麼也開始要介入，想要渾水摸魚哦。如剛剛大使前面所講的，這可能當然也是前陣子美國或川普表達他要對伊朗動武，如果不是內部動亂的話，單單就先前以色列跟伊朗之間、跟美國之間的這個軍事性的部分東西，其實恐怕不見得是有很好的機會。所以我們看，其實這次確實在伊朗歷來說是一個巨大的空前危機哦。那到底能不能怎樣？到底會不會整個伊朗崩解？當然，在歐美的媒體裡頭都在看衰，哇，你要崩解掉了。但是現在看起來，伊朗還是有透過剛剛前面所提到的這些技術性，因為所有的這些的混亂都是擴散。所以，當你網絡真的一斷了之後，你根本就不知道別人在幹嘛，你連自己的同路人你可能都沒有辦法聯繫上，所以這確實是釜底抽薪的這一招。不過，我們還是看到說，這個東西你說能夠解決嗎？我不認為，因為要知道這次的動亂它太深沉了，它是從民生最核心的東西，因為被制裁太多年了，伊朗的社會裡頭，它的貨幣貶值到難以想象，所有的東西貴得離譜。他們現在講說，普遍來講，一般吃肉的部分，從每個禮拜可以吃2次到每個月吃2次。那所以這裡頭包括它的貨幣的一直改變，所以這種民生核心的崩解，這個東西如果沒有處理，現在只是暫時的止緩而已，它並不會就平靜了。因為要知道，這一次還包括伊朗整個產業的坍塌，因為你的石油各方面的出口都沒有辦法賣錢，因為被制裁了，不止石油都被制裁了，所以產業其實是這一次企業界是最早出來上街頭抗議的，然後民眾各方面加入，後來甚至連政府的工作人員也都加入。所以這個東西我們看到，伊朗其實在先前經歷以色列戰爭，按照道理，民族主義會讓大家摒棄裡邊的那個問題，不是嗎？但你會發現這一次竟然沒有哦，而且穆斯林的這個軍事宗教性的控制或者這種把持，其實這一次也坍塌了。所以我覺得現在只能說暫緩，但這種核心的問題沒有解決好。中國、俄羅斯呢，他當然不可能袖手旁觀，但是他能做什麼做的有限。因為中俄對於對現前對以色列的部分支持，它就是大國的支持，政治、軍事、經貿的支持，碰不到民生問題啊。相較於過去美國來說，美國就是跟伊朗敵對，它的情報戰，它就是深入基層、民間、學生、企業各方面，在裡頭煽動。那川普現在雖然沒有像過去美國之音已經被停掉了，沒有辦法接煽動，可是伊朗已經是自己內部到這樣子的地步，所以中國跟俄羅斯這次會感受到，如同委內瑞拉一樣，大國友好的合作，通常友好的關係、情報戰。
做的就不會像美國敵對的關係情報戰做的這麼細密，所以支持的程度對於民生社會，中國俄羅斯就碰不到，碰不下去。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這一次伊朗跟委內瑞拉會對於中國跟俄羅斯整個它的聯盟關係，包括情報的核心，我認為一定會重建。好，謝謝尚志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好，接下來關心川普國王被打臉。今天要來關心到的是美國的石油巨頭呢，現在說呢，他不想要去投資委內瑞拉在這個地方哦，覺得他這邊的形勢還是相對的不穩定。那另外一方面，我們來看到加拿大最近動作很多，總理卡尼呢在這幾天即將要訪問中國大陸，為什麼在這個時候要突然間破冰呢？傳出現在中加要聯手一起對抗來自於川普的霸凌嗎？今天這些議題一起來做解答。好，今天3個火線話題，我們要來一起關心到的是川普，他自封呢是做了一張 AI 的這個生成照片，他說是委內瑞拉的總統，難道這是要秀出他在拉美帝國的這個美國的帝國也要形成在拉美帝國的一個秀能夠成真嗎？第二件事情，今天我也來關心到的是，當川普一直要這些石油巨頭來自於美國的巨頭去投資委內瑞拉的時候，但是這些巨頭啊是寧可得罪川普也不要去，原因到底是什麼呢？最後來看到的是川普下一個緊盯的目標會不會是加拿大呢？因為總理卡尼拜訪習近平，難道要一起聯手對抗川普？而卡尼另外一方面也是要求自保嗎？今天就有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趕快來看到這張社群平台上是川普自己發布的這個分享了一張 AI 的生成圖，那他這個可以看到這是一個維基百科，那他就在上面標注說他是委內瑞拉的代理總統，時間也寫了，就是從今年的1月份開始，元旦他就已經在委內瑞拉在位了。目前呢，這件事情被顯得特別的諷刺，就是因為他現在呢正在跟委內瑞拉真正的代理總統是有所合作的，這個代理總統是羅德里格斯哦。那另外一方面呢，15日的時候呢，也會在白宮會見的是美國的反對派領袖，這是同時也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馬查多。外界就在看說，那接下來到底委內瑞拉的總統會是誰？難道會是川普自己嗎？還是呢這個反對派領袖馬查多？還是目前的真正的代理總統呢？哪一位會是真的？那這一場川普在這邊的拉美帝國夢能夠成真嗎？因為現在他也希望盧比歐去當古巴的總統，大使怎麼看？那川普是自己過乾癮了，對，這個有點幼稚。你是委內瑞拉的代理總統，那你就去加拉卡斯上班啦。對啊，对，總統府在那邊，你去那個總統府寶座坐一坐看嘛，你看你敢不敢進去？你進去以後，你敢不敢坐那個位置？人家讓不讓你坐？所以呢，川普其實某種程度來看，就是說小打小鬧可以，他不敢大打大鬧啦。你這個花了那麼多功夫150架飛機，你也不過就在那邊打了2個小時就跑了，抓了人就跑了。那你有種你就留在那邊啊，你就把你的陸戰隊起碼把那個總統官邸你先控制住啊，敢都不敢啊。現在這邊講大話，然後呢恐嚇真正的委內瑞拉憲法所怎麼樣？程序所指定的現任的代理總統羅德里格斯，人家是完全符合委內瑞拉現行憲法的程序跟正義原則，是有合法性的總統。那人家現在在委內瑞拉總統府上班，你只能恐嚇他，跟你恐嚇馬杜羅一樣。那你要跟我合作哦，你不跟我合作，你下場比馬杜羅更慘。那個羅德里格斯只要聰明點，沒有刺激一下川普，心裡就想，那你就來啊。你來第2次試試看，你上一次你 CIA 這些布局收買了那麼多人，也搞了4個月啊，你現在我不住在那個基地了，你去再複製一個基地看看，我現在羅德里格斯住的地方比上一個更安全，你拿我沒辦法。你們再來一次，我前2天看到這個一個媒體委內瑞拉的民眾上街抗議，我告訴你，
那個是所有街道完全擠滿了，通通都是支持現在政府，而且是反對美國帝國主義侵略的。那個街道集禮場全部是滿的，情緒非常高漲。所以呢，川普不敢面對的是，他去攞走了人家的總統以後，現在委內瑞拉上下空前團結，然後呢同仇敵愾，你激起了委內瑞拉老百姓的什麼愛國心，然後呢荣辱感。委內瑞拉也不是小國委內瑞拉有90萬平方公里啊，對不对？对，這個國家你要不然你就派部隊去，所以呢你自己搞個 AI 生成照片，這不是小孩子的玩意嗎？哪像個堂堂的美國總統的作為？是。那另外一方面，說實話，那個馬查多沒有錯，他需要去華府去訪問。你知道川普接受記者訪問他怎麼說？他說：“我聽說他上個禮拜，他下個禮拜要來，我期待和他打個招呼。”他連馬查多他都不敢接待，因為他怕得罪羅德里格斯，因為他現在有什麼？人家無欲則剛，他滿腦子欲望，想要人家的石油，想要不靠兵力騙得人家石油。現在說實話，美國的石油公司他都騙不了，還騙委內瑞拉。確實哦，現在這個美國的石油公司，即使川普不斷的說服他們要去這個委內瑞拉去投資，但是呢，他們是拒絕的。尤其是這些石油巨擘，特別是2家，川普希望他們投資1000億美元去當地投資，但是我們看到拒絕川普的，包括了艾克森美孚執行長直接出來說了，他們在委內瑞拉的資產曾經被沒收過2次，他不想再被沒收了。他認為當地的法律跟商業框架都是有問題的。第2位是康菲石油的執行長，他也說呢，美國的這些能源設施是需要做修復的，而且這個金額是要數十億美元，我們需要這個銀行業你幫忙做融資啊。但是現場的銀行業都沒有出聲，沒有人想要去當地投資，所以呢，川普就不爽的放話，他說我不喜歡艾克森美孚他的這一種太過精明的回應，他暗示要把他踢出美國的投資名單當中。委內瑞拉的石油品質到現在其實相當的不穩定，但是蘊藏量大。即使是如此，我們看到美國的這些投資的這些石油巨擘，還是寧願得罪川普，也不要去當地投資。原因是什麼？尚志哥怎麼看？哇，对委內瑞拉的這個石油，大家在所有的討論中，基本上就是說，哇，全球蘊藏量最高17%，比這個沙特阿拉伯沙特還要多。然後呢，大家就在講，然後而且說有5000億桶可以開採。但各位要實了解，委內瑞拉的儲存是1兆桶以上，很驚人。但為什麼只有5000億桶能開採？所以其實這個要從另外角度，不只是委內瑞拉的政治不穩定，這些投資環境不合適，還是要從石油產業跟石油專業來看這個地方到底適不適合投資。我覺得艾克森美孚這個伍茲是聰明人，他這個大白話，而且我覺得他也不在乎被踢出黑名單，他覺得這樣太好了。其中最大原因是什麼？因為委內瑞拉石油嚴格來說，在全世界石油界都知道，其實品質非常差嗎？或糟，可以這麼講。主要是因為我們都知道石油是可以原油很多種，原油會被提煉成汽油、柴油、煤油、潤滑油和甚至還有瀝青，大家都知道。但這個提煉的過程沒有錯，石油如果你開採出來，你可以還有化工工業，像我們台塑以前做很多塑膠相關的東西，跟石油有關，聽起來都香餑餑。但問題就是你得要好提煉啊。現在全世界都知道，最好提煉的應該還是中東以沙特那邊的油，所以最受歡迎嘛，因為它的油就是輕油。在石油界有一個指標叫做 API， 這是指石油的濃度跟密度以及裡面的雜質。什麼概念？就是說數字越低越糟，越濃越稠。委內瑞拉石油是什麼概念啊？它的 API 是12.3，這麼低這麼稠。而我們隨便講委內瑞拉另外一個地方的石油，或者是說，包括沙特阿拉伯，它的這個 API 是131.9。你們知道是又濃又稠，很多人說要瀝青，所以你單開採濃濃稠稠，你要運送這些石油，運送你就要加一些石腦油，才能夠稀釋，才能運送哦，否則你連運都運不了。而且提煉呢，委內瑞拉石油最可怕的是裡頭含硫太高了，所以石油界中說是酸油，你單用氫跟那種脫硫劑，你要投更多的成本，更不要說都知道委內瑞拉其實礦產不是很多嗎？都知道還有很多礦，所以它的油裡頭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東西，比如說
說鎳，比如說鈿，這些你要花很大力氣才能提煉，否則這些都很難用。所以為什麼中國大陸能做？因為中國大陸稀土提煉能力很好，所以他才後來再繼續做这些提煉。其他國家為什麼不動？因為你要投資更多。美國這些石油巨商，他們都是油很好，我拿來簡單弄我就可以賣了。我要投那麼多成本，我又不是头殼壞掉。所以大家一定要理解，在整個委內瑞拉石油，除了政治，當然川普就覺得哇，那麼多油都可以為我使用，該多好。可是裡面的油，嘿，老天爺就是讓你以為輕易可以拿到，但沒有那麼容易就能夠輕易提煉。好，川普首先拿下了委內瑞拉，當然想要拿下當地的這個石油的大單，現在碰到了許多的問題。那先是拿下委內瑞拉，他現在也放話，他說他要拿下格陵蘭嘛。其實現在還有一個國家非常的緊張，就是美國的鄰居加拿大了。加拿大為了是不是要自保呢？因為最近這個總理卡尼的動作很多，今天他就正式的啟程了，要展開為期5天。他人呢跑去了中國大陸，要來見習近平主席跟總理李強。根據了解，他們會討論包括在貿易、能源跟國際安全上面的問題。這一次被視為特別重要，因為已經時隔9年，上一次拜訪是在2017年，中加兩國再次的聚在一起哦，這是首度的訪華啦。那尤其也是在2018年，當時發生了孟晚舟事件之後，這一件事情，他這一次訪華可以被視為是中加一個破冰之旅。那現在網絡上面有一個謠言，就說這個卡尼他訪問習近平。除了談一些經濟安全之外，是不是也為求自保呢？根據了解，卡尼已經關掉他的手機定位，免得成為川普的下一個抓捕的對象。因為川普曾經說過要併吞加拿大，成為第51州。幹哥怎麼看？這是黑色幽默啊！哈，就是大家說，卡尼，你關閉手機定位哦，免得你下次又被川普的安全部隊給抓到。對，好，那我們聽這種幽默，就是說，就是諷刺說。川普這個人霸道不講理到這種地步，加拿大是你的鐵桿為什麼個鐵桿？你知道到現在為止，加拿大每年的貿易量85%是跟美國只剩下15%是跟世界上其他國家，因為他們就在一起嘛，對不對？然後加拿大的石油97%輸往美國，所以你就曉得，在這種情況底下，你說加拿大是依存美國嗎？其實也對。也對，但是呢，你講到主權的話，我今天講一句實在話，因為這種東西不是說一廂情願可以做到的那所以卡尼這次睽違9年，9年來沒有去中國大陸拜訪，那這次去了，聽說還要見李強啊，還有習近平等人啊，對不對？他要見很多人。老實講一句，他這次去其實意義很重大，因為從2017年。杜魯道去過以後就沒有總理再去過，那因為隔年發生很大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嘛。孟晚舟竟然在加拿大被捕，被誰捕？不是被加拿大抓的，是加拿大受美國司法部之請把他抓了。抓了孟晚舟之後，兩國就陷入了，然後馬上就引起了一堆報復。一抓加拿大的那個油菜籽就完全沒有辦法輸入中國大陸了，然後。大陸也對加拿大課徵很高的關稅，100%。那加拿大一開始也對中國的電動車加徵100%的關稅，就這樣。其實兩國的關係緊張了很多年，而且沒有其他方法可以克服。那為什麼？因為加拿大普遍受到了這個美國的鉗制，所以說他的外交政策是施展不開。川普完全吃死加拿大，他從他第一次上任。2017年、2018年，他那個時候就已經講，你們就成為我們一省嘛。我跟你講，不然的話，我跟你講，依據美加墨那個關稅協定的話，我要課徵你們25%到50%的關稅。如果你今天成為美國的51州，1毛錢都不用出了，不是很好嗎？對不對？好，我現在跟各位講，就是說，因為有一個省大家知道以前魁北克跟加拿大政府不是鬧了很久的獨立糾紛嗎？對不對？現在不是魁北克。現在是亞伯達省，亞伯達省是一個產業省，他現在跟這個美國眉來眼去，他希望一個公投說我們希望能夠成為美國的那個一個省這樣，那所以川普現在用盡方法，他把加拿大開始分化，說你們真的應該加入美國聯邦，成為美國聯邦之後，對你們的居民真的有好處。這個手法如出一轍，就像對付格陵蘭的居民是一樣的。
美國不太可能會軍事侵入，但是美國光是鼓起如簧之舌哈，我看到卡尼啊這次去中國訪問之後，能不能帶回一些成果，然後他才能夠抵抗美國的步步入侵呢？好，謝謝幹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缘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好，接下來我們要來關心到的是2026年中國大陸這一回亮出它的稀土定價權的一個王牌。那 G7 開始看到這樣子的一個結果，他們是慌張了，現在聚在一起討論要來設這個稀土的價格底線。那另外一方面呢，日本則是不斷的祭出它的深海的豪賭，在這邊要挖這個稀土礦。不過呢，會不會淪為笑話呢？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的來做關注。2026才剛開始，我們要來看到大陸現在呢亮出它的今年的第一張王牌，正式宣告呢，稀土價格武器會成為它的一個王牌戰。因為呢，我們要來看到1月9號正式上線的這個是中國的包頭稀土產品交易所，在這邊它有了一個全新的稀土價格指數，也全面的上線了。指數涵蓋的範圍包括了許多的稀有的稀土，不管是從藍到鈽到鈽等等都是。那涵蓋的這些範圍包括了每日的成交價、單周的價格指數，還有單月的價格未來預期。現在可以看到股東的結構也相當的完整，一共是13家來自於中央跟地方企業一起來出資的。所以呢，可以看到包括了這個北方稀土啊、中國稀土等等企業都涵蓋在範圍當中。所以可以看到，中國從這個原料開始掌握源頭，一直到加工，甚至現在還掌握了整體這個定價權的壟斷，被視為是稀土3大步驟的大戰略。等於掌握了全球的話語權嗎？它未來可以做一個官方的定價錨嗎？上次哥怎麼看？哇，2026年如果對全世界資本圈來說，這個中國大陸推出這個稀土的交易所，真的是震驚四座。而且要知道，這個美林高盛啊、包括野村都沒有掌握到前面有任何跡象信息。所以中國大陸真的是有備而來，而且推出這個東西不是一個簡單的概念，它其實是一個整體，得是憑空出世，在沙漠中，廣大的資本沙漠中，它萌生個綠洲啊，所以會很吸引到很多人關注，甚至會投入。為什麼這樣講？中國大陸為什麼這麼做啦？首先，我們先來看，首先，在整個稀土來說，它基本上在長期從這2年被視為是中國大陸的國家政治操控的東西。所以這個東西就有很多東西對於一個中國的指責，而且有很多的懷疑、很多懸疑，很難相信。現在下放到一個市場機制，所以當你有個具體的交易所，都是電腦在交易，也有監管的部分的體制的時候，它會從國家控制變成仿佛是市場在流通哈。第二個部分是各位要知道，稀土管制成本對中國很高，你抓大放小，抓小放大，整個政府部門裡頭有多少人做這些事情，海關都累死了。所以當它變成個市場交易的時候，就是第3點。一旦完成這交易所的時候，因為價格會清楚，因為流動清楚，所以它就反而變得相對透明。什麼意思？誰買，誰在操作，誰在賣，這些東西的所有的需求會因此就不用中國大陸用情報系統去掌握了，市場都追蹤得到，而且秀的實力就讓你看到13家，大家都不知道稀土是誰，這13家變成全世界最厲害的13家公司，所以可以拉抬整個在稀土產業的市場性。所以在這裡我要注意，中國大陸最近有整個大的結構，包括黃金。那其實對資本投資有概念的時候，其實這整個概念是什麼？是學倫敦金屬交易所。我們知道 LME 倫敦交易所它已經發展了上百年了，它當時其實就為了不鏽鋼材這件事情，所以它金屬交易包括了銅、鋁、鎳、鋅，包括鉛、錫，主要這2個。後來金跟銀也可以交易，所以它掌握了這個權利。倫敦很厲害哦，當時連倫敦佬它什麼概念？它就是做期貨交易。在這裡，大家買3個月之後的去預測那個價格再交易，然後呢又有期權，你買不了礦，你買它的權利吧。還有倫敦最厲害的是，也可以在倫敦交易。我因為過去曾經有這個長輩帶我這個操作一下鎳礦哈，所以我完全了解過程。倫敦的厲害之處就包括我比如買了1噸的鎳。
我是可以真的交易，然後在倫敦做礦物提出来。中國大陸現在正在进行的，比如說像黄金，黄金可能放在上海，但它的交易像香港未来会成为黄金另外一個新的交易所。你可以看到中國大陸現在要掙脫全世界對它的各種的資本結構制度的控制，它開始長出自己的結構。黃金可以猜測它要平衡別人，平衡美金，但稀土這是中國大陸的絕對權威，令人側目，也值得關注下去哦。好，所以看到稀土正式的進入在中國大陸的這個交易金融市場裡面，那被視為是稀土界的上證指數哦。所以呢，我們看到歐洲國家看在眼裡，現在可緊張了。包括 G7 的財長，趕快呢就說，我們現在趕快聚在一起吧，討論一下現在到底該怎麼做呢？尤其是我們看到這一位是 G7 的財長，他在華盛頓這邊召開的緊急會議，直接點出了財長貝森特的心裡話，就是說，趕快吧，我們一起設立所謂的稀土價格底線。不要被中國大陸給完全掌控了。但是現實是 G7 他們其實礦產需求非常高，全球的話他們就占比的大概達到60%。但是諷刺的是，包括了說這個稀土他們拿不到貨，沒有加工配套，又沒有成本優勢，到底要怎麼去掌握這個定價，跟中國大陸來比拼呢？大師怎麼看？對，因為你要掌握它的定價的一個權利哈，你前面要有2個先有的基礎。剛剛也提到，就是說，第一個，你要原料你要壟斷；第二個，加工的技術你要壟斷。對，那所以這個東西你才有定價權的壟斷。那也就是中國建立一個市場，這個市場用市場機制來決定這個價格，也就是中國本身的13家或23家稀土產業之間的這個價錢這個相關的產品的價錢它透過這個交易市場這個市場機制先做一個整合，那你這個價格出來以後，你外面可以不衝了，不衝你就到別的市場去買了，對不對？你一定買不到這個價錢。那也就是說，我有這個價錢，我有這個定價權，原因是因為大部分的怎麼樣，這個所謂的這個加工的壟斷在中國的手裡，尤其重稀土的加工，幾乎90%以上是中國大陸。那你原料，中國大陸不見得是完全壟斷，可是呢？那也已經說是大部分中國大陸可以控制了，那問題就變成你的加工壟斷是中國大陸，那所以你這種重稀土的話，那中國的市場機制決定了一個中國所有這些出產稀土國家，大家都照這個指數來定價的話，你想到中國來這個在中國的不同市場中市場的混亂價格中你撿便宜那個是撿漏是沒有機會了，那更不要說外面中國市場外面。這一些還有的這個，比如說澳洲的或者說美國還有1-2個這個稀土工廠，他們你只有跟着中國價錢走，因為他絕對沒有辦法跟中國的產品做什麼，做這個競爭它的成本一定高於中國大陸所以我覺得基本上就是說，中國大陸抓住這個機會把整個一整類的產品抓到自己手裡來定價，這個是一個在中國在全球性的競爭裡面那掌握了一個先機，也掌握了一個優勢，所以呢，我覺得第一個把中國市場自己本身先整合起來，聯合起來，這就很重要。中國市場的中國廠商彼此大家怎麼樣不惡性競爭，大家都怎麼樣顧及彼此的這個。做一個底線的一個，要從市場機制裡面做出一個指數出來，對，你就不要亂定價了。那這樣子的情況之下，我覺得就變成必然會成功。那等中國大陸掌握了定價權，那將來即使是西方很多國家，它在生產的過程中在取代中國的稀土一定會有，他們會有越來越多的稀土。可是呢，他們已經把定價權已經交給了中國的手裡面將來要跟中國競爭的話，會更加增加難度。好，我們現在看到中國大陸掌握了這個定價權之後，不只是歐洲國家緊張，其實另外一個國家，東亞的日本也非常的緊張，因為中日關係先前陷入非常緊張的氣氛，所以中國大陸不是對這個日本加強在居民兩用的這個物資出口管制嗎？這當中就包含了稀土，那所以日本呢，他就要自己想辦法看看能不能自己來開採稀土。於是他們就是在這個南寮島深海稀土這邊來做開採，但是現在其實我們畫面上可以看到，它也面臨到了許多問題，不管是它的稀土礦
晃船水深的問題，或者是它這個大規模稀土泥漿開採的技術挑戰，或者是它的成本都甚至最多比大陸高了數十倍等等，都有非常致命的問題。再來就是確實中國大陸掌握了90%以上，從稀土的精煉一直到加工等等，就連唯一可以幫忙日本的美國，它的這個唯一的稀土礦，加州的這個輕稀土礦，80%都還是要運回中國大陸去做加工。那日本這場豪賭到底能不能成功？幹哥怎麼看？好，我們先不說到底能不能成功，我們要先看它到底要在多深的海底去挖稀土礦哈。這個其實是在多久？4年以前啊，日本的海洋研究機構 JAMSTEC 這個機構它發現了，說在小笠原群島那裡面的南鳥島啊，小笠原群島距離東京2000公里，很遠啊。但是這個就是偷襲珍珠港當年日軍聯合艦隊的集結地。這個地方的水很深，這個地方是專門供應就是大型軍艦啊，準備開拔往前進，而且那邊的天氣在太平洋裡面算是比較好的一個地方。所以小笠原群島其實老實講一句，日本很重視一塊區域，所以他們做很多科研，結果真的在4年前就發現說，哎呀，這海底有稀土哎，不過平均深度是多少？6000公尺。6000公尺是什麼概念？大家知道嗎？大家知道鐵達尼號沉在多深的海底？2000公尺，是，它是3倍。你3倍，你有沒有這個技術跟能力？我現在講一句實在話，除非國家支持，也就是說，不是叫一個科研機構去動手挖，它其實用了3個禮拜的時間試挖看看，在2470公尺的地方，他們挖到了一些樣本，去這個比對之后，發現這些稀土有地、如、山等等這些稀土的基本元素，覺得這非常有開採價值。然後它的那個鑽頭哈，那高差不多70公尺。然後呢，他們就說，那個巨型鑽井還水管啊有60條，他們說呢這些裝備去挖的話應該夠了。可是我可以告訴各位，這遠遠不夠。為什麼？這就有點像什麼？就像有點像你在月球採礦一樣，那是多麼的艱難呢？我來講一下海水採礦有多難。我講一個趣事給大家聽。2018年的時候，我們現在的外交部長林佳龍，以前是我們的台中市長，他跟德國非常有名的一個公司叫霍夫曼探勘公司，說要在台中市的外海，他要開採這個每年啊可以開採出多少噸的那個鎂或鋰，你知道？結果發現是騙局一場，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霍夫曼來跟他張燈結綵，來握手，然後蓋章，然後簽那個合作備忘錄。結果我們國內的媒體一查，霍夫曼在那個德國哈是巴伐利亞鄉下的一個民宅裡面的一人公司，就一個人而已。我們，然後他說他要在台灣投資1100億，結果馬上打電話回去，人都跑了不見了。他到底拿了什麼好處，我們不知道。所以我講這個小故事的原因是告訴各位，外國也會來騙子的。所以日本說他們要開採這個小笠原群島裡面的稀土礦產，我覺得根本就是不可行。我懷疑啊，當然日本是一個成熟的社會，但他們怎麼會異想天開到，就算你提煉出這樣子的稀土元素，你還不是要送回中國去提煉？因為你沒有精煉技術。日本現在正在就是說想盡辦法從澳洲、從美國進口稀土，然後也提升自己的精煉技術，但是那要好多年嘛，就跟氫能源一樣，那不是2天做得到的事情嘛。所以我覺得這個聽起來都覺得像天方夜譚一般哈。我認為還是回到現實面裡面來。地球號你挖不到的，就算你挖到了，你會發現很難提煉。當你在就是說中途發現自己做不到的時候，你就會把這個計劃整個給拋棄了。這只是給國內的一些民眾或者產業增加一點信心而已，對於實質的這個稀土產業是一點幫助都沒有的。好，謝謝幹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現在我
我們要來特別關心到賣出美國這個字體，現在在全球席捲，到底怎麼回事呢？因為呢，我們來看到最新的消息是，聯準會主席他證實了，他收到了大陪審團的傳票，這個是來自於刑事起訴的威脅，就是川普恐怕已經對他寄出了刑事上面的威脅，而鮑爾因此呢，他在這個時候就痛批這個是政治上面的施壓，將會動搖到聯準會的獨立性。也代表呢，美國的貨幣政策正在被政治權力給正式的接管。這個消息一出，全球的金融市場怎麼做反應？我們來趕快看到賣出美國。我們剛剛說了，其實這樣的氣氛這幾天不斷的蔓延。首先，我們看到包括了美元跟美債都被拋售，美股呢早盤除了跌之外，美元現在也跌幅達到了3週來最大的跌幅。美債被拋售，而黃金則是價格創下$4600的新高。全球資金開始做重新針對於美國的評估，也就是說，美國值得信賴嗎？成為大家現在在思考的議題了。還包括了另外是前3位的聯準會主席，包括了伯南奇跟葉倫等人也出面力挺鮑爾到底。針對於鮑爾的刑事調查，他們是認為是史無前例的透過檢查手段削弱了聯準會的獨立性。針對這樣子一個賣出美國的氛圍，是否整體削弱了美國金融霸權？司法難道淪為政治工具了嗎？大使怎麼看？那一定是削弱美國的政治霸權，削弱美國的司法这個整個的政府體系的可信度嘛。可是做這件事對川普有利啊，川普對那個鮑爾已經怎麼講呢？已經深惡痛絕到什麼程度了？每次叫你這個升息，你都給我這樣拖，害我的這個經濟狀況不能夠照川普所說的那麼好，就是因為他認為最大讓他這個看不到好的成績單的，就是鮑爾不配合，對，而且呢，我記得去年的時候，川普去這個美聯儲去視察的時候曾經拿了一份資料交給鮑爾說，你們這個美聯儲大樓的這個整修工程這個一開始到後來追加預算追加的這個有一點問題，你這裡面是有問題的。那然後拿了一堆資料交給鮑爾，當面而且當着眾人這樣講，那已經就是在警告鮑威爾啦，就是說你再不跟我配合的話，我就要拿你這個案子做文章了。那鮑威爾一頭霧水他也搞不太清楚他只知道就是說，哎呀，他們要這個把這個聯邦儲備銀行的大樓重新老舊大樓整修一下，只是追加了幾次預算，沒想到川普找了一大堆東西，因為司法部調查局都在川普的手底下嘛，對。所以呢，這個鮑威爾現在我覺得他就是說觸了川普的逆鱗了，結果呢，這個就開始對他進行刑事的追查。我跟你講，美國的司法基本上不要以為真的是那麼客觀公理客觀獨立。川普自己就說啦，當時這個拜登他們就是用司法來整他多少個案子纏在那個地方，對不對？就是說用這種司法來把他的名譽把他水混，然後讓他去花錢，因為他打官司他不要錢嘛，很貴的。然後呢，用拖累他，給他示威。對。那所以這就變成就是說，現在川普做事是常常講不是沒有原則，他沒有下限。他沒有下限，什麼手段都使出來。那這個對於美國的這個國家體制來講的話，那現在美國國家體制其實建立了一個概念叫制衡。沒有人擁有絕對的權利，靠制衡來維持這個制度的公正性，跟他的怎麼樣專業性。那你現在川普的意思是要把所有權利都推到他手裡面，那你所有的經濟的政策就要服務川普個人的政治目的，那就是什麼短線、冒險，然後呢違反經濟規律也在所不惜。那美國的政治經濟誰敢還對他有信心？你手上拿美國債券的話，你就想賣掉了。對，
好，所以我們看到現在整體的金融市場也瀰漫着很不安的氣氛哦，賣出美國，這是在金融市場的部分。其實呢，我們來看到美國它的民生市場也非常的低迷。現在呢，延燒的事情就是低招聘這樣子的一個就業市場的結構。尤其我們看到幾個比較重要的數據哦，關稅政策下，供應鏈的裁員比例已經倍增，從16%到32%了。那去年12月失業時間的中位數是11週左右，創下2021年以來的最高數字。中產階級過去大概有60%的人口，現在竟然降低到只剩50%了。中產階級難道逐漸消失當中嗎？就業市場如此的低迷，是不是這些底層的人也會被忽視呢？看給我們1分半就好。因為中產階級其實美國社會的其實它最主要的中坚力量，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嗎？美国現在失業超過27週的長期失業者，已經佔到所有失業者的1/4的26%了。這個數目還在繼續擴大當中。我們舉2個例子，一個就是那個33歲的一個瓊斯他年薪9萬，他每個月要付$2400的房貸，他年薪9萬，大概一個月的話，大概就不到1萬美金，然後他其中1/3他就要繳房貸，於是他就等於接近要破產了。他投了1000個履歷，結果都沒有人錄取他，他現在只能靠什麼？吃老本。好，那這是一個普通的中產階級。再看一個，他不是中產了，他算是高薪的，年薪25萬美金，相當於台幣800萬。結果呢，他也投了800個履歷，結果他終於到了什麼？終於到去幫 Uber 送外送這樣子。那你就曉得說，他原來是一個什麼？他原來是藥廠的業務主管，他後來他必須要做零售業跟那個外送業，他才能夠維持他基本的生計。而且他的小孩本來是念貴族學校，現在改叫他們念社會大學，為什麼？他供不起。那這個現象不是發生在加州比佛利，而是你會在美國的主要的階層裡面，你都看得到這種傾向。也就是說，他們發現，那現在這個環境是低招聘、低解僱，就什麼很少在招人啊，但也很少在裁人，就不會動。這樣不會動的話，它經濟指標就永遠上不去。這就是美國現在的實際上社會所面臨的問題，跟川普說的黃金時代完全是兩回事，而且完全背其道而行。這種情況還要繼續再多久下去呢？其實老實講一句，美國人民也是都在忍耐了。好，所以如果美國人民苦哈哈，眼看期中選舉就要到了，所以現在川普其實不只是干預在司法針對聯準會之外，還干預到金融市場。我們看到他2個政策，第一個就是強行的封頂信用卡的利率，控制在最多10%，這是針對民生的這個信用卡的利率。第二個，他要控制這個房貸利率，不要讓它太高，所以他就讓這個房利美跟房地美2家公司砸$2000億買這個抵押貸款的債券，企圖壓低房貸利率，但是銀行也講了，你這樣只會導致信用緊縮，這樣民眾未來只能跟高利貸來借錢。像這個怎麼看？到底川普在不在意這些事情？是有，他還是做了一些制度。但你說他是為了百姓嗎？還是為了說這個選票？其實不見得，他只為了他自己。那百姓他沒有在意，那麼有錢他不在意一般民眾的啦。選票其實也是，他基本上沒有下一任了。所以看到現在川普做了很多的極端哦，委內瑞拉也好，伊朗也好，包括对美國國內也好 ，IC 這些當中查緝非法移民，他都是一個就是要在任期內非要達到他自己目的的。他因為是商人，所以他這個執行度跟一般的政治人物也是不太一樣的。只不過對於整個美國的金融制度傷害到什麼地步？要知道，其實包括聯準會 FED 跟財政部之間的關係，這是美國非常精妙，猶太人為美國這個政府設計的，所以才能夠這麼強大。在歐洲都沒有這麼樣的精妙。但是呢，要知道，其實，在金融市場是這樣子，美國很強，川普很強，美國財政部，各位各國都有財政部，都有央行，但是最上面的金融資本國際，那才是一團天空的雲吶。川普想要自己吃下來。這個金融資本聽他的不可能的啦，他會遇到很多的部分的挫折，而且主要是金融市場環境最重要是信任跟信賴。